提到重庆，是个人都知道山城、火锅、洪崖洞、解放碑，但其实重庆很大，抛开市区，周围有38个区县，都叫重庆，所以很多地方反而变得小众了。所以这次来重庆，我就只在飞机上匆匆扫了一眼市区。第一站，咱们就直奔涪陵。首先啊，这字儿不念培。其次，即使你不认识这字儿，乌江榨菜总吃过吧？哎，就是涪陵的。作为中国榨菜之都呢，这里不光菜市场在卖，甚至还有榨菜的自动贩卖机。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种植榨菜的国家。阿姨呢，让我尝尝她的手艺。干不脆，更辣一些，更香一些。而除了榨菜，著名的老麻抄手和加了红糖、猪油、黑芝麻的油醪糟也诞生于涪陵。一个吃起来舌头像过了微电流一样，另一个吃起来呢有点酸酸的酒香，和普通的醪糟真的完全不一样。而说完了美食之后呢，毕竟是山城啊，咱就开始上天入地了。但我是真没想到啊，自己有一天能坐着电梯直接来到长江的水底。哇！透过潜艇一样的小窗，你就能看到藏在江心的水下碑林，真的又神奇又浪漫。而这就是在长江和乌江交汇处的白鹤梁。据说以前枯水期的时候，石鱼和蹄克就会露出水面，还有石鱼出水兆丰年的说法。而自从三峡建成，这些秘密就永远被埋藏在水下了。而在大山深处，同样曾经作为绝密的816工程，让我们得以窥见核反应堆里的景象。就是在8楼的上面有这么大的空间，简直就是凿穿了山。走在里面，潮湿空气渗入骨髓，各种隧道洞窟让人压抑害怕。而如此宏大艰苦的工程，全部是靠重庆人民辛勤修筑出来的。因为外部威胁越强大，我们中国人就越团结。在涪陵一待大半天，一转眼就过去了。而当我们来到丰都的时候，已经快到黄昏了。品尝了这里特色的麻辣鸡块，我们就来到了鬼城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奈何桥、鬼门关、阎王、黑白无常、东西地狱、黄泉路、孟婆汤就是这里的主题。你说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景区啊？不怕不吉利吗？不害怕吗？一个在鬼门关值夜班的景区大爷告诉我，他什么12点多就是刚才你们过的鬼门关，有2个人从来没遇着。他说你看一下，我就拿一个匕首，拿一个手电，我还隔100米，我就看到确实有2个人。这里带了一个那个挖煤的那个灯，这个手举着手机，我一看搞直播的。哦，搞直播的。大爷说，丰都原名丰都，丰本身就是阴间的意思，而做这样一个景区，就是为了告诉人们多做好事，多做善事。是啊，只要坦坦荡荡，不做亏心事儿，就不怕鬼叫门。趁活着的时候多多行善，走上黄泉路的时候，我们也就不会再回头抱憾。天黑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——石柱土家族自治县。而这里最具特色的就是洋芋饭和洋芋片儿。有种卤的味道，卤辣的，好脆。阿姐听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，说她好想去北京开一家店啊，就是不知道那里的人会不会喜欢。在北京可煮不出这味儿来，您去北京开一家店肯定爆火，我就是您北京的人脉。而卖洋芋饭和烧烤的老板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，就更是热情似火。北京啊，哦，不用客气，北京朋友，北京过来的。可能是北京这2个字儿对于这里来说实在是太过遥远，我们就反倒成了稀客。但我想说，北京真的没这里惬意。吃完饭徜徉在玉带河畔，再来上一包只有这里才有卖的食好家，风中扑面而来的就是在北京不曾拥有过的幸福感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这些人也是那么的不同，但大家最爱做的也许就是羡慕彼此的生活吧。所以呢，真的应该多出门，多来往，因为你只有真的踏上一片土地，你才会有实感，你才会知道每一方水土的好。那到这儿呢，我们重庆小众之旅的第一天就结束了，是不是确实和市区挺不一样的？而第2天呢，我们就将真正走进三峡地区，敬请期待吧。